咁就喺大約幾個月前啦，咁我就喺我嘅 channel 咧就出咗一條影片啊，咁就同大家去分享過一個月收息嘅股票組合嘅。咁都見到條影片嘅反應都好唔錯㗎，咁所以啦喺度都首先要多謝大家對小弟嘅支持嘅。咁但係因為近幾個月個市都出現好大嘅變化啦，咁所以我都因應翻依家個情況而係修改咗組合嘅收息股票名單嘅。而今日啦，都想借呢一個機會啦，同大家去到更新一下我最新嘅收息股票組合俾大家參考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咁如果大家係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係 subscribe 嘅。正如早幾個月制定嘅原則，我會從唔同嘅因素啦，去到衡量同埋篩選組合入邊嘅所有收息股票嘅。咁除咗分析股票嘅股息率，我亦都會係衡量公司業務近年嚟嘅表現，同埋派息嘅穩定性去到評估嘅。好，咁簡單回顧對上4月份同大家分享嘅收息組合先。咁當中咧係有6隻嘅收息股喺呢一個嘅名單入邊嘅。咁其中咧就包括有2隻香港電訊嘅股票，6823香港電訊同埋8號仔電訊盈科嘅。2隻銀行嘅金融股，11號恒生銀行同埋1658郵儲銀行，仲有隻香港房託基金823領展同埋隻石油股883中海油嘅。咁一共係6隻作為我嘅收息組合嘅。而睇翻過去幾個月呢幾隻收息股嘅表現，咁我都簡單計算咗由4月中出影片嘅買入價，連同中間收到嘅股息嘅總回報啦，係俾大家參考嘅。咁都可以見到，除咗隻香港電訊係錄得正數之外咧，咁其他組合嘅收息股啦都係錄得負數嘅回報嘅。咁坦白講，的確係唔理想嘅。不過如果我哋比較翻過去幾個月恒生指數嘅走勢，咁其實當中咧係有4隻嘅收息股都係跑贏大市嘅。唯獨係2隻嘅銀行股，分別係恒生同埋郵儲銀行就跑輸大市嘅。咁分別啦係跌咗大約17% 啦，同埋21% 嘅。咁首先都簡單講下點解啲銀行股呢排係跌得咁慘先。咁雖然喺年頭嘅時候，普遍銀行股都因為受惠各大央行快速加息嘅政策，咁都令到銀行股係有一段好強嘅升浪。不過銀行股喺過去幾個月啦都有回軟嘅跡象嘅。除咗係因為美國嘅通脹率係有所回落，令到再大幅加息嘅預期降溫之外，更加重要嘅負面因素啦係嚟自內地嘅房地產行業。隨住內房嘅情況一直轉差，已經有越來越多嘅爛尾樓盤出現啊！而購房者為咗係維護自己嘅權益，有部分嘅業主都已經停止房貸嘅供款嘅。咁雖然唔少銀行已經澄清所涉及嘅爛尾樓樓盤嘅貸款對銀行嘅信貸風險影響係有限嘅。不過假如內房銷售持續惡化嘅話咧，咁可以預期銀行嘅壞帳咧係會不斷增加。而銀行就需要撥備更多嘅資金去到應對，導致銀行股嘅派息金額啦係有機會下調嘅。咁雖然呢一啲負面嘅因素都令普遍銀行股係有明顯嘅回調，不過我早前建立呢一個收息組合嘅原意啦，係要以一個長線嘅角度去到投資同埋收息，賺取被動嘅收入嘅。而倒翻轉頭去諗，當呢一啲銀行股跌咗咁多嘅時候，反而可能係一個唔錯嘅買入機會。咁所以啦，暫時我都會係 keep 住隻恒生銀行喺我嘅收息組合名單入邊嘅。不過內銀股方面，投資者啦係可以考慮將郵儲銀行調配至更大型嘅內銀企業嘅，因為始終內房嘅危機啦係一個幾大嘅隱憂。而將資金調配去4大內銀，例如係建行939或者係工行1398去到收息，會相對比投資喺個郵儲銀行係更加穩定嘅。另一個值得大家留意嘅焦點係電信行業嘅板塊。根據我嘅收息組合，可以見到2隻電信股啦都係明顯跑贏大市嘅。而如果我哋再睇埋其他香港上市嘅電信股，咁都可以發現咧呢一個板塊嘅抗跌能力啦，都算係幾強嘅。
就例如係澳門龍頭1883中信國際電訊，同埋內地龍頭941中移動，就係一啲股票例子俾大家參考嘅。咁根據股價連同股息嘅總回報去分析，比起4月中呢兩隻股票啦，都係跑贏恒生指數嘅。咁當中隻中信國際1883啦，更加係有正數嘅回報啊。而睇翻中信國際嘅派息記錄，過去咁多年，公司每年嘅派息金額啦都有穩定嘅升幅，咁係隻典型嘅增長型收息股嚟嘅。咁再加上作為澳門領先嘅電訊公司，業務係相當穩健嘅。咁所以啦，我今次咧就將中信國際咧就加入咗我嘅收息組合名單入邊。另外，中移動啦都係值得考慮嘅收息股嚟㗎。咁不過相對嚟講，佢嘅派息啦就冇隻中信國際係咁穩定嘅，而且佢嘅股息率亦相對啦就比起中信國際係低嘅，咁就只有7.5厘左右嘅股息。比較之下，目前中信國際嘅股票嘅股息率啦，大約有8厘左右嘅，而將會喺9月7號係除淨嘅。咁所以有興趣收到股息嘅話啦，就記得喺除淨日之前買啦。最後我最近啦，亦都加一隻收息嘅 ETF 作為值得大家考慮嘅收息名單。咁就係隻310 Global X 恒生高股息率 ETF。咁 ETF 嘅概念啦，大致上可以理解為一隻股票嘅基金，咁都係投資一籃子嘅股票嘅。咁不過相對比起基金 ETF 嘅交易操作啦，會比較直接㗎。咁就同買賣股票啦係一模一樣嘅。咁投資者只要係買呢一隻 Global X 恒生高股息率 ETF， 就可以啦係將資金分散投資喺50隻股息率最高嘅香港上市公司啊。咁就唔需要自己做研究分析去諗買邊隻嘅收息股啊。而除咗睇個股票嘅股息率，咁隻 ETF 啦，亦都會從多個元素啦去到篩選股票嘅。咁例如啦，係會衡量翻股票嘅市值啦，要有一定嘅成交量啦，同埋要有最少3年嘅穩定派息咧，先至會有機會啦係被納入呢個 ETF 嘅成分股嘅。咁所以啦，呢一隻 ETF 嘅質素啦，同埋派息啦，都有一定嘅保障嘅。以2021至到2022年嘅財年計咧，呢一隻 ETF 嘅股息率大約都有7厘啊，咁算係幾吸引嘅。咁再加上每手股數啦係100股，咁就係只需要大約2000幾蚊啦就可以入場，咁所以個投資門檻啦都非常之低嘅。咁呢一隻 ETF 分別啦會喺今年嘅3月同埋9月派息，咁所以如果想把握嚟緊9月份嘅派息，就記得啦要喺除淨日之前買啦。好，咁我最後啦都整理咗個最新嘅收息股票組合俾大家參考。咁當中啦，亦都列出咗佢哋每一隻股票嘅每手嘅投資金額同埋嗰個嘅股息率。而紅色 highlight 嘅股票係我今次新加入嘅收息股啊。咁有興趣啦，都可以 screen cap 一個畫面啦，再做進一步嘅研究嘅。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咁最後，如果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